旧时的匠人都会有行当的祖师爷，做得好就是祖师爷赏口饭吃。匠人对行业的归属感到了认祖归宗的地步，这就是所谓的天职。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就是这位把手艺当天职的人，我们来认识今天的了不起的匠人。我也曾经以696分的分数考到上海复旦大学。如果我们家里东西真掉在地上了，没人接了，我就算那个博士生、博士后之类的，我也只是一个出来找工作的人，不会有一份手艺在手里拿着。其实说实话，我是很享受这个过程，我是需要我每一道磕下去，就要去给它一个灵魂。沈阳曾尊为圣经，后改名奉天，融汇了北方各地的传统民间艺术，奉天皮影便是其中之一。在暗夜的微光中，皮影伴着锣鼓声慢慢苏醒，单凭一张嘴诉说千古事，仅靠一双手舞动百万兵。在沈阳有一位80后皮影雕刻女匠人陈雪月，她以年轻之力接力挽救濒临失传的传统工艺，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兑现给老爷的一句承诺。当时是老爷突然间得了那个胃癌，治不了的时候，完事就是大家就是开始说我那几个舅舅嘛，我一共有5个舅舅，这几个舅舅谁也不学，就是都不喜欢这行当，而且就是这个行当也不赚钱。那个时候之后就家里人没人学，后来我就说老爷我接吧。当时拿下高考状元的陈雪月不得不放弃学业，奉命接棒。之后她渐渐失速于现代化生活中，爱在闲时沏上一壶茶，或是去图书馆查阅旧书，在慢生活中跟随老一辈寻得对皮影的痴迷。熟皮子是一种兽皮的鞣制加工方式，现代机械大量生产，手工处理的兽皮越来越少，而这曾是他认为最麻烦的一个步骤。熟皮呢，可以这么说啊，一般的女孩子是做不了这个行当的，就是它特别的脏，我们叫它连汤带水，就是说白了就是连血啊连毛啊都要买回来之后，把这个石灰就是倒在那个缸里面，完事把这个就是这个粉呢就是都倒好了，然后把皮子摁里头，就这个过程嘛要泡发了。他那时候整那个皮子整的满哪都是臭味儿，那院里头哪都是臭味儿，就像那个死猫烂狗的，完了整成那个皮子都沤成那个味儿了似的，完才能把这个皮子梳好。之后再绷那个大铁架子，绷完之后这整张皮呢，我们还要把它用那个削子把那毛剃掉。咱这就不让它梳，因为啥？我知道父母那时候整的齁臭的，哪都是味儿。现在住楼房，你说附近是味儿啊，你快拉倒吧！我说，哎呀，你可别整这个味儿，咱不爱闻。我宁可给你拿钱，你去上哪去进皮子。手工制作的每一步都决定了成品的好坏。捂皮、压皮、擀皮、磨皮、上油，每一个环节都不容忽视。皮太软无法雕刻竖立，太硬则会影响皮影动态。它整张皮下来以后呢，它会有一些，就是我们刮完之后会有一些洞，那么有洞的地方就会有一个结，那么这个结呢，我们要给它刮掉。那么有这个结的周圈的这个位置，肯定就是有疙瘩的位置，那么这个皮子就不是很透明了。如果说转圈，就是你这个在这个窟窿这个边上，范围在这个3厘米到5厘米之内全是疙瘩，那这张皮就不能用了，我们刻不了。在兽皮处理到光滑平整后，便可上油。
经过反复揉搓抹匀，促进油的完整沁入，直到兽皮达到通透效果。从古至今，大部分传统手艺都是传男不传女，加之手艺人的劳苦，所以在学艺的最初，陈雪月的母亲也曾极力反对她继承皮影手艺。那时候，哎呀，咱们都不爱学，挺枯燥的，也不挣钱。往年呢，都根本就说不好听话，他要是他人再不上班，根本都吃不上溜的。他1个月2月也没有一个活，完了人也认识不上去买这种东西搁家摆着，但是他也坚持下来了。我一开始反对，后来我一看人拗不过他，得了，还不如支持吧。练刻5分表忠善，练策7分显奸邪。皮影的很多样式是不允许后人改动的，但为了迎合现代人审美，陈雪月还是会在头饰等部分做细微的调整。皮影大师周树飞先生，99年的年底，我去找了他，我在他家门口待了4天4夜，我就给让进门了。师傅就告我一个规矩：8个小时，不能吃饭，不能喝水，然后又不能上卫生间，不能跟任何人说话。就在那里静静地做了8个小时。后来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师傅是想看我能不能干这个行当，能不能耐得住这个寂寞，也能不能耐得住这个苦。每一个皮影雕刻下来，少则3000刀，多则数十万。陈雪月亲手制作了各式各样的小刀，刀的尖头部分按雕刻需求有着不同的形态，可无论是直雕还是弯刻，他只习惯用一把小刀。家里可能会给我留了好多刀子，之后师傅又给我做了好多刀子。我说师傅，这一把小刀够用了，你让我用别的刀子我也不会啊。雪花雕和毛笔丝是他皮影雕刻中的绝活，需要顺着皮的生长纹路极为细致的刻画，一旦断刀，整张皮影便只能作废。雪花雕呢，它是需要皮的有扎刺儿，需要顺着皮的生长纹，但是很多皮子现在没有那种了，它做不出来。那毛笔丝呢，就是需要我们很细很细的划，划完之后，可能说你可会有一些断刀的地方，那断刀这个整个皮子就扔掉了。未上色的白皮影透明而富有质感，一眼便可看到细致的雕刻技艺，这也是行内人考验实力的标杆。彩色皮影表现力强，但容易将注意力集中于浓烈的色彩上，忽视了雕刻技艺本身。陈雪月选用唐卡中常用到的矿物质颜料上色，颜色虽然会随着氧化慢慢变深，但很难褪色。其实女性的优势，她在皮影这方面来说，她有细腻；二来她喜欢美感。皮影是结合了服装戏曲嘛，这样的一个绘画和雕刻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纯粹是中国的结合体的一种艺术，就是那种挺媚的那种感觉的东西都会在里面。钉坠是制作皮影过程中最难的部分，皮影每个关节钉坠位置需要结合真实的人物动态，通过反复尝试才能最终确定。而钉坠的松紧程度、线的粗细、皮影肢体部分的重量，都决定了最终运动的灵活度。本宫杨玉环昨日接到圣旨，命我在百花亭摆宴，高陪侍，酒宴可备齐。均已备齐，那就带我们在这等候皇上大驾。对了，我那天跟你说我给你找那活，你去不去啊？去啊，公益活动干啥不去啊？
去是吧？行。对手工艺共同的那份热爱，让陈雪月和面人董成为多年之交。两人常在私下切磋手艺，在对彼此的技艺有一定的了解后，两人的创新想法一拍即合。首先一点，我跟他很合得来，在性格方面是很合得来。我欣赏他，他也欣赏我。后来我们就研究到一起，就是能不能把我们的这个技术融合到一起。咱俩就做了个试验，就这么样，咱们俩就整到一块儿去了。我们现在就是准备把这个面塑皮影，我这个不能说光做完事只能看不能用，下一个目标是让它变成能用的、能表演的。这类创新从表面上看是手艺与市场的接轨，可往深处说，却是手艺人在机械化、数字化时代里的无奈之举。我老爸怎么样？还行，这两天就是那个你们不回家，他想你们，也不好好吃饭，烦人。皮影似人，在光影中苦悲喜乐，人如皮影，在生活的大舞台上被世事支配。古今中外的奇闻异事，在一方桌和一张白布背后被演绎，而道不尽的却是手艺人的辛酸和无奈。陈雪月以最本真的方式守住传统技艺，在面临着被淘汰苦境的同时，仍以乐观的心态争做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只求皮影在现代化强光之下重焕生机。